你以为你每天朝九晚五是在出卖时间换取金钱，但真相是你正在用生命中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换取一堆不断贬值的纸张。绝大多数人穷其一生都在追逐财富，却连金钱这个游戏最基本的规则都没有看懂。很多人一听到理财这两个字，大脑的防御机制就会自动开启，潜台词通常是我又不是念金融的，那些花花绿绿的走势图，晦涩难懂的财务报表跟我有什么关系？这种误解极其普遍，也极其致命。在这个世界上，理财素养和管理财富的能力跟你大学念什么专业，现在从事什么工作，真的没有半点关系。拥有金融学士的学位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一生衣食无忧，而一个从没踏入过商学院大门的普通人，只要掌握了对金钱的正确认知，同样可以过上极其从容的一生。真正让你和别人在财富上拉开巨大鸿沟的，根本不是什么极其复杂的操作或是一夜暴富的运气，而是你有没有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把一些极其微小却充满力量的习惯深深地刻进你的生活轨迹里。我们今天不聊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宏大概念，就只聊几个微小到几乎毫无阻力的习惯。它们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你根本不需要为了他们去辞职换工作，不需要去花大价钱报什么速成班，甚至你每个星期只需要花泡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把它们执行到位。但是千万别小看这些微小的动作，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博弈，只要你愿意一直做，把时间拉长，复利的力量就会在这些小习惯上展现出奇迹般的效果。你会突然在某一天发现自己对金钱的理解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做决定时不再有那种慌乱的焦虑感，理财不再是一件让人充满压力的苦差事，而是变成了你呼吸般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接下来的这场对话对你有所启发，不妨现在就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让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智慧持续陪伴你。我也特别希望能在评论区看到你的声音，请留言告诉我，在你过去的这5年里，有没有哪一笔消费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极其冲动，甚至让你懊悔不已的具体是买了什么，说出你的故事。因为直面过去的消费陷阱，正是我们夺回财富控制权走向自由的第一步。我们就从一个几乎所有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算清楚的账本开始聊起。你有没有真正计算过你时间的真实成本？大多数人对薪水的认知是极其模糊且充满错觉的。在这个礼拜，你其实只需要花5分钟，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重新审视一次自己的实际时薪。我保证你算出来的结果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数字绝对比你工资条上看到的表面收入要惨淡得多。我们来做一个最基础的推演。假设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账面上的年薪是6万美元，按照标准的朝九晚五，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一年大约工作50周来算，表面上看1小时大约是30美元，听起来似乎还过得去，对吧？但这恰恰是最大的思维盲区。真实的现实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你要算账，就必须把所有为了这份工作而产生的隐形成本全部加进去。你每天早晨在拥挤的地铁里或者堵塞的环路上消耗的40分钟通勤时间，算不算工作成本？你每天早上为了穿戴整齐、化好妆出门而额外花掉的那10几分钟，算不算工作成本？下班后你因为精疲力尽而瘫在沙发上需要恢复能量的时间，又算不算？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全部加总，你会发现你每天至少多花了1个多小时在为了工作而准备和消耗，更别提每个月扣掉的那些沉重的税务了。当你把1年当中投入工作总时数，包括通勤和隐形加班算清楚，假设总工时达到了2250小时，然后再用税后实际拿到手的47000美元去排除以这个总工时，你那原本看似体面的30美元时薪，很可能瞬间缩水到只剩下20美元左右。一旦你的大脑里建立起这个冷冰冰但极其真实的数字模型，你这辈子看待消费的眼光就会发生彻底的反转。时间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唯一无法再生的稀缺资产。你失去了金钱可以再赚，失去了工作可以再找，但你过去的1小时永远的消失在了宇宙里。所以当你在高档餐厅里看着菜单上那顿价值200美元的晚餐时，换个角度来看，你看到的不再是200美元，而是你生命中整整9到10个小时的辛勤劳作。你真的愿意把你生命里不可复制的10个小时去换取几个小时的味觉刺激吗？当你站在车行里看着那台闪闪发光售价4万美元的汽车时，你必须在心里问自己，这台车换算下来几乎接近要付出我1整年的工作时间。
我真的愿意把未来整整1年的生命时光毫无保留地交出去吗？如果在每一次消费前，你都能先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否真的愿意用这么多时间成本来换取这项支出，很多时候你的注意力就会奇迹般的被拉回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也会更清楚地看见时间与金钱之间那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生命连接。理解了时间的珍贵之后，我们必须面对人性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偷懒的倾向，我们的意志力是一种极其有限且非常容易被消耗的资源。如果你指望每个月拿到工资后，靠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去强行存下一笔钱，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条路注定充满了痛苦和失败。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微小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习惯，在任何消费行为发生之前，先为自己构建一个自动化储蓄的系统。无数的心理学观察和行为经济学研究都在证明同一个事实，那些每次临时才决定要存多少钱的人，跟有把储蓄自动化的人相比，后者更容易达成，甚至远远超过原本设定的储蓄目标。从哲学的层面来看，这其实非常合理。人的大脑是为短期的生存而设计的，我们天生就倾向于及时满足。当一笔钱安安静静地躺在你可以随意支配的活期账户里时，你的潜意识就已经把它标记为可以花掉的资源了。不管是最新款的电子产品，还是打折季的诱惑，随时都会把这笔钱吞噬。欲望就像是你在心里和自己签下的契约，承诺在得到那个东西之前你都不会快乐，而消费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不断制造新的欲望来收割你。但如果你设定了一个机制，在你的薪资一入账的那一瞬间，连你自己的手都还没碰到那笔钱，系统就已经自动把固定比例的金额转移到了一个储蓄或投资账户里，奇迹就发生了。因为在这笔钱还没被你当成可以花的钱之前，它就已经被保留下来了。在你的心理账户里，这笔钱退出了日常消费的舞台，你的日常花销自然就比较不容易失控。这个习惯1年其实只需要花你5到10分钟去设定一次。你可以透过公司的薪酬系统事先安排，也可以直接在个人的网络银行里启用自动转账指令。实际操作上真的没有任何门槛。假设每个月21日薪水汇入你的主要账户，所有用来维持生存的开销，不管是房租账单、必需品还是自由支配的花费，都从这个账户扣款。而在同一时间的后台，系统会自动把事先约定好的比例转进另一个账户，当作未来的准备金。只要你能把至少 10% 的税后收入设定成自动储蓄，你的整体理财进度其实就已经超过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了。如果你之后能随着收入的增加，慢慢把这个比例提高到 15% 甚至 20%， 长期累积下来的效果会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感到无比震撼。这本质上是把自己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债权人，在支付给房东、超市、电信公司之前，优先支付给未来的自己。系统的自动运行虽然能解决情绪冲动的问题，但你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觉知。就像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船，即使开启了自动驾驶，船长也必须定期查看罗盘，确认航向。这就是我们要养成的第3个习惯，尽快建立每月固定做一次财务检视的仪式感。我建议你每个月固定选同一天来做这件事儿，不管是月底的15日还是22日都可以。关键不在于你选了哪一天，而在于你能不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长期维持这个节奏。这是一种对自我生活的内省。检视的时候，你需要完整的回顾上个月所有的支出流水，并且把它们清晰地分成3类：维持生存的必要需求、满足欲望的非必要支出，以及买入未来的储蓄。实务上，很多人会用一个极其经典的参考架构，也就是50:30:20法则。必要支出大约占你总预算的 50%， 这里面包含了你安身立命的住房、填饱肚子的食品杂货、维持现代生活的水电瓦斯、交通和保险。非必要支出则应该被严格控制在 30% 以内，用在你那些带来短暂快乐的购物、外食和娱乐上。剩下的 20% 则雷打不动地留给储蓄和长期的财务目标。透过每个月固定进行这样的检视，你会像一个高明的医生在给自己把脉一样，极其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实际支出有没有大致落在这个健康的结构里，也比较容易提早发现生活中需要调整的病灶。在实际检查时，很多人都会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支出比例其实早就跑掉了。例如，必要支出占到了 58%， 非必要支出大概占了 26%， 而留给未来的储蓄被无情地压缩到了可怜的 15%。 这通常代表你的必要项目占用了太多的生存资源，把原本可以留给未来的空间给生生吞噬了。有些支出短期内确实像大山一样不容易撼动，
例如你还在租约期间的房租或弹性不高的汽车贷款，但是生活中其实隐藏着无数可以优化的缝隙，像是你每个月交的保险费、水电瓦斯、手机费和网络费，其实一直都有优化的可能。只要你愿意拿起电话，简单联系一下服务供应商，平静地说明目前的费用已经超出了你的预算，并询问是否有其他更具性价比的方案。很多时候你就能替自己的支出找到调整的空间，就算每个月只能省下10到20美金，一年累积下来也能省下超过120美金。在生活成本极其高昂的城市里，必要支出长期高于 50% 的警戒线并不罕见。但即便如此，你也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尽量避免让储蓄被过度牺牲。当你持续每个月进行这样的财务检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账单，过几个月之后，你通常会很明显地感觉到那种对生活失去掌控的无力感正在消退，你对金钱的掌控度正在慢慢提高，你的心智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坚韧。当我们把消费和储蓄的结构理清之后，我们需要在认知层面上进行一次彻底的升维，这就来到了第4个微习惯，也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搞明白的致命问题。你必须像区分毒药和营养品一样，学会分辨你生活中的资产与负债。社会的主流叙事往往会给你洗脑，告诉你买了一辆豪车是成功的标志，买了一堆奢侈品是品味的象征。但在真实的财富逻辑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其实你生活中的每一笔支出都可以被冷酷地归类成其中一种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是替你创造持续的现金流入，就是变成不断从你口袋里流出去的资金。以汽车来说，它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被伪装成资产的负债。你把它买下来之后，不仅要承受它价值断崖式下跌的折旧风险，每个月还要持续不断地为它负担保险费、油费和高昂的保养费。即便你动辄花上数万甚至超过10万美金，这类支出本质上其实根本不算投资，因为绝大多数车辆都会随着时间贬值，它的长期效果更像是一笔不断消耗你现金流的长期负债。各种名目的消费贷款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们代表的是一段你必须持续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出去的奴役义务。相对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跨越时间的周期，随时间为你带来稳定现金流的项目，才比较接近资产的真实定义。像是你正在出租的房产，无论你是醒着还是睡着，每个月它都能产生租金收入，让资金持续流入你的口袋。能够定期分配利润的配息型股票也是常见的资产形式之一。即便金融市场的股价会像海浪一样起伏波动，只要你坚定持有那些优质的企业，就有机会定期收到股息分配，形成相对可预期的现金流。所以在未来你的生命里，在进行任何一笔比较大的消费之前，我希望你能慢慢养成一个极其简单但威力巨大的思考习惯。你在心里大声地先问自己一件事儿：我当下花出去的这笔钱，未来有没有机会替我把更多的钱带回来？还是它只会像吸血鬼一样持续消耗我的资金？如果属于后者，那你就必须立刻警醒，退回到你的预算框架里去，冷静地确认这笔开销是不是还在你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如果一笔支出能随时间产生收益，通常代表你对资金的运用是相对有效的。只要你持续用这套如同照妖镜一般的方式来判断你对市面上那些花里胡哨的最新款手机、昂贵的潮流衣物，甚至是高溢价房产的看法，慢慢就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每次花钱时，你也会前所未有的清楚意识到自己当下做出的这个选择到底是在为未来的自由累积资产，还是单纯在做一场消耗生命的虚荣花费。理解了资产与负债的本质区别后，你需要一个宏观的仪表盘来检验你的航向是否正确。这就是第5个极其关键的微习惯，培养每一季检视一次净资产的习惯。这其实跟控制饮食或健身时记录每天的热量摄取和肌肉训练内容非常像。重点从来不在于短期的数字狂欢或是悲伤，而是在于长期的追踪，从中建立起对自己整体财务状态的清醒认知。计算净资产听起来像是个极其专业的财务术语，但拨开它神秘的外衣，它的逻辑简单的连小学生都能算明白。你只需要把你名下所有值钱的东西，所有资产的价值加总在一起，再无情地扣掉你背负的各类债务和负债。举个最直白的例子，如果你有一栋现在价值10万美金的房产，你的银行账户里有2万5千美金的存款，但同时你还背着3万美金的汽车贷款没有还清，那么你净资产的计算方式就10万加上2万5，再减去那3万的负债，最后得到9万5千美金。
这个干干净净的数字呈现的是你当下在这个世界上整体的财务轮廓和生存底牌，而不是某一个特定账户或单一资产的片段表现。有些人因为内心的焦虑，习惯每个月甚至每天去盯着净资产的起伏看，但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情绪内耗。特别是当你的资产配置中股票和基金占据了较高比例的时候，金融市场短期的波动是毫无理性的。例如大盘一个回调，股价下跌 10%， 往往就会让你账面上的净值出现明显的起伏。但这种短期的波动未必真的反映了你长期的财务健康状况，因此把检视的频率克制地调整成每一季一次，通常会比较稳健。3个月的时间足够过滤掉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短期噪音，这也更有助于你维持一个长远的视角，避免自己的情绪被短期的数字牵着鼻子走。至于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美国各年龄层净资产中位数的数据报告，普遍只能当成偏低的基础参考值，它们比较适合作为你出发的起点，而不是你人生的最终目标。把这些数字当成最低的门槛，把你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观察自己的净资产能不能随着时间画出一条稳定成长的曲线上，这才是你养成这个习惯真正的意义所在。财富的积累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你需要的是耐心和定力。当我们建立起这种对财富宏观的体察之后，我们需要把目光重新拉回日常的微观操盘中。接下来的第6个微习惯，可能是一开始让你在心理上感觉最不舒服，但一旦突破之后却最能让你感受到个人力量的一个动作，那就是每一个季度强迫自己主动去协商至少一笔账单或服务费用。我们从小被社会规训，面对印在纸上的数字，无论是账单、价签还是合同，我们总是下意识地认为那些是不可改变的物理法则，是不可僭越的规则。但实际上，商业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价格都只是一个双方博弈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你这辈子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是人定的，只要是人定的，就充满了弹性和商量的余地。你试着算一笔时间与收益的账，主动打电话去跟服务商协商一次，大约会耗费你60分钟的时间。如果把它平摊到一个季度的每一周里，其实你每周花在这个动作上的时间连5分钟都不到。你的时间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是被极度压缩的，但它可能带来的长期回报却极其惊人。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一上来就去挑战那些最难啃的骨头，你可以先从那些自己直觉上认为偏高，或者已经很久没有仔细看过的固定支出账单开始。这种判断当然带有一点主观性，但只要你把家里所有的固定支出，比如宽带费、有线电视费、车辆保险费，甚至是健身房的月度会员费一项一项摊开在桌面上，你通常都能极其敏锐地找到至少一笔还有巨大调整空间的账单。具体的做法其实没有任何高深莫测的技术含量，你只需要在工作日的营业时间拿起电话打给这些服务供应商的客服部门。你在沟通时的核心要诀只有4个字：直接、诚恳。千万不要带有一种进攻性或者愤怒的情绪，你不是去吵架的，你是去寻找双赢的方案的。你可以用极其平缓的语调告诉对方，你作为他们的忠实客户已经使用这项服务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最近你在做个人的财务规划时，发现这笔费用正在慢慢超出你的预算。与此同时，你也可以不经意地向对方透露，你注意到了市场上竞争对手目前正在提供价格更具吸引力、方案更灵活的类似服务。然后你把问题抛给对方，平静地询问他们是否有为老客户提供调整费用的可能，或者是否有更适合你当前预算的隐藏套餐。你必须深刻理解商业公司运作的本质逻辑。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在这个获客成本极其高昂的时代，用一个相对较低的折扣成本来留住一个持续付费的既有客户，在财务报表上往往比花大价钱去市场上重新去清洗、开发一个全新的客户要划算得多。重点根本不在于你要去向客服人员施压，而是你要先给对方面子，给他们一个解决问题、挽留你的机会，而不是一开始就气急败坏地用取消服务来当做威胁的筹码。如果在第一次的沟通中对方没有松口，你也完全不需要感到挫败或者急着放弃。很多时候客服人员的权限是分层级的，你可以礼貌地挂断，改天再换一个时间打过去，你会遇到不同的客服人员，或者你可以直接温和地请对方把你转接到客户挽留部门或是更高级别的主管那里。当你彻底洞悉了这一层商业逻辑之后，你接起电话去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合理的支出结构时，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会变得极其从容和优雅。
而在你不断优化外部支出的同时，你绝对不能忽略整个财富创造系统中最核心的那个引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及的第7个，也是回报率绝对最高的一个微习惯，无休止地如饥似渴地持续投资在你自己和你的技能成长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把全部的精力和焦虑都倾注在挑选哪一只股票能翻倍，哪一个地段的房产能升值，或者家族里传承下来的名表古董能不能保值上，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冰冷也最真实的客观事实。对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你自己脑子里的认知和你双手所掌握的技能，才是你这一生真正最核心、最庞大的财务资产。你这个人本身的价值，它的重要性往往呈现指数级地远超你名下的任何外在财富，因为它不仅决定了你现在能赚多少钱，更直接框定了你这一生创造收入的绝对天花板。我们可以用一个极其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推演你一生的财富轨迹。假设一个普通人在他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凭借着常规的努力，一生累积的总收入大约落在200万到300万美金之间。现在假设你愿意每个月抽出一点时间去深入学习一门新的编程语言，精进你的公众演讲与谈判技巧，或者是掌握一门能够直接触达客户的销售心理学，只要你透过这些技能的提升，让你在职场上的不可替代性增加，从而使你整体的赚钱能力仅只提高 10%。 你仔细算算，这 10% 在你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复利累积下来，你的累计总收入就可能凭空多出20万到30万美金。这样的财富差距在几十年后，往往就是决定你晚年是能够坐在海边的别墅里从容退休，还是只能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为了缴纳高昂的医疗账单而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致命关键。投资在自己技能成长的另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超越一切物理资产的高度可转移性。如果你买的房子碰上了经济衰退，它可能会变成负资产；如果你买的股票遇到了行业毁灭，它可能会跌成废纸。但是只要是你真正学进脑子里的技能，你内化到血液里的商业认知，你锻炼出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它们永远不会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产业周期的更迭而轻易消失。就算你明天就被公司裁员，或者你决定跨界转换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跑道，你已经累积下来的这些软硬实力，绝对不会因为单一职位或雇佣关系的解除而瞬间清零，他们会一直跟随着你，成为你随时可以变现的底气。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会提出一个极其现实的疑问：现在的网络上明明充斥着海量的免费的教学视频和开源资料，我为什么还需要从我本就不宽裕的钱包里掏出真金白银去付费学习？确实，我不否认自主寻找免费资源进行学习，在某些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是一种极具弹性的探索方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每天被工作耗尽精力的全职工作者，或者是一个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同时还要照顾孩子的人，你最稀缺的资源根本不是那几百美金的学费，而是你的时间。免费资源的代价往往是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甄别信息的真伪，去拼凑碎片化的知识，去走无数本可以避免的弯路。而高质量的付费课程，它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它为你提供了一条极其清晰、已经被前人验证过的系统化学习路径。它能大幅度减少你像无头苍蝇一样反复摸索和试错的时间成本，它能让你用最快的速度把一项新技能跨越门槛，然后迅速转化成你实际工作中的生产力和绩效成果。从生命时间运用的终极角度来看，花钱买别人的经验来压缩自己的摸索期，通常是一种效率极其惊人、回报率极其恐怖的自我投资。当我们把自己打造成一台动力强劲的赚钱机器之后，我们就必须学会借助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来放大我们的财富。这也就是第8个微习惯的核心奥义：彻底抛弃完美主义，尽早、立刻、现在就开始投资。我们不要讲那些空洞的理论，让我们来看一个在金融界极其经典，却总能让人在每次看到时都深受震撼的对照案例。它能让你极其直观地感受到时间这个维度在投资世界里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假设有2个年轻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先发者和后发者。先发者在18岁那年就顿悟了财富的真谛，他开始每个月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投资。在他人生的前10年里，也就是从18岁到28岁，他每年固定向一个追踪整体市场表现的指数型基金里投入1万美金。
整整10年，他总共投入了10万美金的本金。然后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在28岁之后，他因为生活重心的转移，彻底停止了向这个账户里追加任何新的资金，他只是把这笔钱静静地留在那里面，让它自然生长。而那个后发者呢，他在18岁到28岁这10年里，把钱全都挥霍在了消费和享乐上，直到28岁那年，他才猛然惊醒，决定开始认真规划未来。于是从28岁起，他也是每年雷打不动地向同样的基金里投入1万美金，并且他整整坚持了30年，一直投资到58岁。他总共投入了30万美金的本金。假设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长河里，2个人投资组合的年化报酬率都保持在极其合理的 7%。当他们同时站在58岁的人生节点上去查看账户时，残酷而又奇妙的现实出现了。那个仅仅投入了10年就停手的先发者，他账户里累积下来的资产总额竟然远远高于那个苦苦坚持投入了30年的后发者。更值得你深思的是，先发者付出的真金白银其实只有区10万美金，比后发者投入了30万美金整整少了20万。但先发者最后累积的资产规模，在复利的恐怖催化下却能突破112万5千美金。造成这种巨大鸿沟的唯一原因，根本不是因为谁比谁更聪明，仅仅只是因为先发者的资金在这个系统里沉淀的时间足够漫长，漫长到足以让复利的雪球滚出极其惊人的体积。如果你听完这个案例，内心开始有所触动，准备立刻开始行动，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你脑海里关于投资的完美主义幻觉。你可以直接从你手边现有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资金着手，1000美金不嫌少，100美金也可以。金额的大小在起步阶段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必须完成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跨越。很多中年人会因为自己没有在20岁时及早起步而感到深深的懊悔，甚至因为这种懊悔而破罐子破摔，继续犹豫和拖延。你必须明白一个绝对真理，18岁确实是开始投资和储蓄的完美时点，但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此刻、今天、当下永远都是仅次于18岁的最佳选择。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即便你每个月为了生活已经捉襟见肘，就算你只能咬牙硬抠出50或者100美金为你的未来提早布局，这几十块钱投入到市场里的意义，也远远胜过你停留在原地完全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投资工具的选择上，普通人千万不要去碰那些你根本看不懂的个股、复杂的期权或者充满泡沫的投机品。你只需要去寻找并定投那些追踪整体市场经济表现的低管理费成本的指数型基金。这种大道至简的做法不需要你具备任何高深的华尔街金融知识，不需要你每天提心吊胆的去盯盘，更不需要你自作聪明的去反复判断所谓的买入和卖出时机。你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极其强大的耐心。只要你买入，然后像忘记了这笔钱一样长期持有它，让时间和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在背后默默地发挥作用，你的资产就会随着时代的洪流一点一点坚不可摧地累积起来。走到这一步，你已经构建了一个极其严密的财富增长系统。但是人终究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克制欲望，延迟满足，这条路注定会走得极其枯燥和痛苦。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9个，也是最具人情味、最容易融入你日常生活的微习惯。你必须学会替自己在财务上取得的每一个进展保留一点庆祝和进入的空间。你要知道，不论你取得的成果在别人眼里有多么微小，在追求财务自由这个极其漫长且孤独的目标过程中，如果你从来没有为自己阶段性的胜利停下脚步，去真诚地肯定自己付出的努力，你的潜意识很容易就会因为长期缺乏正向的多巴胺回馈而慢慢地消耗殆尽，最终失去继续前行的动力。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理财比作一场游戏，整个过程就像在玩一款没有存档点、没有华丽的成就提示，你在打怪升级后也根本看不到任何经验值增长回馈的烂游戏。每天剩下的只有克制消费和转移资金这样重复又单调的机械操作。如果是这样，人的天性自然很难长期在这个游戏里坚持下去。因此，你不仅要成为一个极其自律的财富规划师，更要成为自己情绪的顶级管理者。你可以在自己漫长的财务旅程中，像设立路标一样，主动设定一些有意义的里程碑，并为它们搭配上适度且能够让你感到快乐的奖励机制。
比如当你的储蓄账户里第一次实打实地存下了属于你的$1000时，或者是经过几个月的克制，你成功把资产规模扩大到了$5000，甚至是在某一天你终于达成了$10万这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时，又或者仅仅是在某个月份你通过记账和削减开支，成功的把自己的储蓄率从可怜的5%强行提高到了20%。在这些时刻，请你暂时放下那套严苛的戒律，允许自己去享受一顿平时绝不会轻易去吃，也不用特别去计较价格的高级寿司晚餐，或者是去痛快的买下那件你已经默默在购物车里放了半年期待已久的高品质物品。通过这种具象化的物质奖励，去承认、去抚慰你那些为了克制欲望而付出的痛苦努力，承认这种努力本身的巨大价值。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完成这种正向循环时，你其实是在用一种极其高级的方法重新训练你大脑的神经回路。你会把储蓄和投资不再看成是苦行僧般的自我折磨，而是看成一条充满惊喜、值得期待，并且绝对能够快乐地走下去的长期人生路径。我们今天探讨的这9个微小的习惯，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生命真相。整体来说，提升一个人的理财素养，彻底改变一个人的阶层跨度，这个过程从来都不是在赌场里掷骰子，也不是100米赛道上的短跑冲刺，它更像是一场极其考验心智和耐力的马拉松。这场马拉松它不需要你拥有爆发式的天赋，但它需要你用漫长的时间去慢慢沉淀，需要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敏锐地去调整步伐的节奏。它更需要在那些极其疲惫的关键节点上，懂得适度的为自己补充能量，去由衷的肯定每一段你已经咬牙走过的泥泞道路。就像在真实的马拉松长跑训练中，没有哪一个运动员是靠憋着一口气跑到终点的。你是从咬牙挺过前10英里开始，然后是突破12英里，熬过15英里的极点，一路挣扎着跑到20英里的关卡。而在每完成一个艰难的阶段性跨越后，你都需要用一顿丰盛的碳水餐点或者一场深度的肌肉按摩作为对身体的奖励。这些日积月累下来的痛苦经验，你在战胜软弱后获得的巨大自我认同感，正是支撑你在未来哪怕遇到经济寒冬和市场崩盘时，依然能够跑完全程不被击垮的重要精神支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会天真的期待自己能在毫无准备的第一天就轻松跑完一场42公里的马拉松。个人财务的成长和阶层的跨越也是一模一样的客观道理。当你终于能够摆脱短视的焦虑，开始用一种跨越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视角来看待你生命中的金钱规划时，当你从心底里深刻理解了任何伟大的财富成果本来就需要漫长的时间在黑暗中去默默酝酿时，你反而更容易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噪音的世界里建立起一种稳如磐石、可持续终生的财务状态和极其深邃的理财智慧。这种智慧一旦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人、任何危机都无法再将其夺走。在这9个看似微不足道却蕴含着改变命运力量的微习惯中，如果由于精力和时间所限，你当下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先开始行动，你会选择哪一个作为你改写财务命运的起点？我非常渴望在留言区看到你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答案和原因。你的分享不仅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你的决心，最后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并点赞，这是对我们持续分享的最大支持，让我们在追求智慧与自由的道路上结伴同行。我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